大家好，又到了我们一年一度的 Car Plus Dog My Editor Choice of the Year， 这一届是 Editor Choice 2024，那之前呢就是2022、2023因为之前疫情的关系很多车子在马来西亚延迟发布等等，所以今年呢我们就校正回归，就是不再使用2023、2024，而是 Car Plus Dog My 的 Editor Choice 2024。那跟去年或者跟上一届比较起来，今年的这个奖项是相对比较少，因为我们并不是怎么讲，一定就 let's say 我设了一个 B segment of the year， 我每一年都要有 B segment of the year 即便没有新车推出，或者是没有一些市场不是这么多新的 B segment， 我还要去设一个奖，就是为了给而给。那今年我们就主要以我过去一年半来试驾到的车子里面，然后再从中挑选出我自己最喜欢，或者说我自己比较推荐给消费者、给观众们去选择的车子，给大家作为一个参考。那因为相比较其他的这一些汽车媒体公司、汽车频道等等，那大部分他们可能都会有几个 journalist， 他们都会有几个试车员，有的人负责试某个价位、某个品牌。那对我这边来讲，基本上所有 Car Plus Dog My 试驾的车都是我本人亲自去试驾，有些是国际媒体试驾，有些是本地的媒体试驾，或者是长期试驾等等。当然，这个 Car Plus Dog My 的 Editor Choice 主编精选，它的最先决条件就是这些 car manufacturer 这些汽车厂商有联系我，并且提供他们的车子让我做一个完整的报道为一个标准。所以所有我接下来会给到的奖项，我提到的车子都是经过我本人试驾，所有没有一两例外 right。 当然还是要跟观众表达一下我们的这个万分的感谢，就是我们这一届的 Car Plus Dog My 的 Editor Choice of the Year 主编精选，同样是由 Bridgestone Malaysia 赞助我们这个奖项，提供一个这么精美的讲座。Alright， 那首先第一个奖项就是 Car Plus Dog My Editor Choice 2024的 Manufacturer of the Year， 我们恭喜 Chery Auto Malaysia， 那这个就是非常精美的讲座。那我相信当观众听到这边，可能心中会有很多的问号，很多的疑问。然后这个 Chery Auto Malaysia 这边还括弧是Chery and Jayco， 因为截至10月到11月之间呢，这个 Chery Auto Malaysia 就是 Chery 加 Jayco， 它已经在马来西亚全年汽车销量排行榜的 Top 5， 它是挤下了 Mitsubishi 跟Mazda。从2023到2024年，它 launch 了很多车子，而且大部分都在马来西亚本地组装。它也有一个 Omoda E5 在马来西亚本地组装的电动车。然后再来这个，我们都知道，在2024年的上半年到下半年之间 ，Chery 经历了很多的风波。但即便是这样子 ，Omoda 5一年都卖了大概超过7000辆车。然后2024下半年就因为 Jayco 的推出 ，Jayco J7 也贡献了5000多辆车，所以当然是 Omoda 5跟 Jayco J7 加起来就已经差不多12000辆以上。当然，这个奖项是因为 Manufacturer of the Year， 因为 Chery Auto Malaysia 在过去一年来在马来西亚投资了非常多，从设厂，然后再到本地组装的员工。一些技术，然后还有他们的经销商，从南马到北马等等，而且它是2个品牌一起。然后在这个 GBJ 的档案里面 ，Jayco 它也是 under Chery， 所以这个是合在一起来算的。他们还是同样一间公司，只是这个 marketing strategy 上面可能会不同。不过总的来讲，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年来，他们除了卖车之外，他们也办了很多的企业活动，像什么羽毛球活动跑步的活动等等，还有很多公益活动。在马来西亚投资或者在马来西亚进军马来西亚市场的中国汽车品牌非常之多，但真正可以产生影响力，真正可以给消费者多一个选择的，更多时候是 Chery Auto Malaysia 他们提供的车型，让到消费者可以货比三家，得到更多的东西。当然这个是主要是因为 Chery Auto Malaysia 他们过去在 Malaysia 一年对整个市场的影响，跟它的车型的怎么讲好坏，或者是车型的售后服务等等没有直接的关系。那主要是因为 Chery Auto Malaysia 不管他做的东西大家有什么样的评价，但至少他真的是认真的在经营 Malaysia 这个 market， 所以我们希望
在来临的2025、2026、2027、2028 Chery Auto Malaysia 可以再接再厉推出更多车型，提供给本地消费者更好的这个服务等等。So 恭喜 Chery Auto Malaysia 括弧 Chery and Jaco。第二个获得 Car Plus Dogmy Editor Choice 2024的奖项是 Electric Car of the Year 年度的电动车，得奖的车型就是 Tesla Model 3。Yes， 这个车型是我们的老朋友啦，因为在我的频道出现非常多次。当然，因为这个主要是分析一整年，这个2023到2024，Tesla Model 3为什么可以成为我最推荐的 Electric Car？ 那我讲了非常多点，这边我们就主要集中在3个重点。第一个就是它的 Battery Management System。那首先它是一个 Sedan， 所以它有比较低的风阻设计，所以这个车子呢，它的 WLTP 是629公里到678公里。而且因为经过长期测试，我们已经确定，你加快加慢来讲，你1个 kWh 都至少能够走6公里。正常来讲，1个 kWh 7公里。那这个是你可以从很多车主的口中得到很多数据，它确实是就是能够走很多，这个电池管理技术等等。那第二个呢，就是 Tesla Model 3它有强大的 Over the Air。几乎每2个月、每3个月，你的车子就会多一些功能，或者去修缮一些功能，去调整一些功能，去让它更加的优化。而且你只需要下载、download、install， 你不需要把车子送回去原厂。所以如果一个电动车没有这些东西，或者是少了这些东西，我觉得那它跟燃油车的差距会比较小。那第3个就是呢，Tesla 的这个 charging network， 还有强大的这个充电网络。重点是它的这个 destination charger 所谓的慢充是免费的。那再来快充的话呢，因为它是250 kW 的 DC， 所以当有人在占用的时候，它怎样占用都好，它都不会超过可能半个小时或者可能50分钟。那再来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马来西亚的充电桩的这个 service provider 非常多，所以很多时候你的手机需要download一大堆的 apps， 5个 apps、7个 apps、8个 apps，然后有些要储存一些 credit， 你在付款的时候，它整个使用起来真的是很麻烦，而且我自己试过很多次都 fail， 没有原因的 fail。可是 Tesla 就是你直接拔枪插进去就充电就好，因为你已经事先在 apps 里面去绑定了你的信用卡等等。当然它不是完美的车，它有非常多的缺点，像你不能够调整 regen， 它强制你能量回收，再来它里面没有拨杆 signal， 要按 button， 然后你要 reverse， 你知道吗？你要 parking 全部都要透过荧幕去调整，几乎没有按钮，所以对很多人来讲他不适应，他不喜欢这个东西，我觉得都是合理的。再来 Tesla 它也不像其他的汽车品牌或者其他电动车品牌这样子有这么多的这个经销商 3S 店 4S 店。应该北马、南马、中马就一个地方一间而已。然后它很多时候在怎么讲，在消费者要去购买的时候，也不能像其他的品牌这样子有这么多的销售人员去服务你。它主要还是你自己需要透过网上去完成整个购买的程序。但这个东西就是大家自己去拿捏啦，或者自己去斟酌这样子。Right， 所以我们就进入下一个奖项。恭喜 Car Plus Dogmy Editor Choice of the Year 的 Family Car of the Year Honda CR-V， 我特别注明是 Honda CR-V E-EV。这个 1.5 Liter VTEC Turbo CVT 的 CR-V 也不错，但因为它相较于上一代的 CR-V， 我觉得它的进步的幅度不大。但这个 2.0 Liter EHEV 的混合动力系统真的让 CR-V 脱胎换骨，成为另外一个档次的车子，成为一个豪华品牌等级的一个 powertrain。那因为往往这类型的 hybrid 车子，就是因为它不是 PHEV， 它是不需要插电，它主要是利用引擎在行驶的时候，或者利用轮子滚动regen 来帮电池回电，所以往往当引擎在发动机在帮电池充电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嗡嗡作响的声音，也许在其他品牌的 hybrid 车子都很容易去听到。然后它对于驾驶者来讲，或者对乘客来讲，它是一个不好听的声音来的，因为你加速你可以 feel 到引擎的声浪越大，车子越快。可是当你在充电的时候，你加快加慢，它都是嗡嗡嗡嗡嗡在那边这样子。可是这个 EHEV 系统，就像我去年介绍 Civic EHEV 的时候一样讲的，
它有 active noise control， 就是它可以利用 speakers 去制造出一个声音，去调整它的 frequency， 让到驾驶者不察觉到这个引擎在帮电池充电。当然，作为一个 family SUV 啊，首先 CR-V 的空间大，再来这个新的 CR-V 它的第二排空间啊，跟行李箱空间等都是比之前更加的好。音响的话，它现在是12个 speakers 的 Bose 高级音响系统，所以 Honda CR-V 不管是外形，它里面的内饰，它的娱乐作业系统，再到它的 powertrain， 而且你看这个车子不轻嘛，它是1700多公斤，可是官方油耗是1个 liter 可以做到20公里，所以如果你不假思索的问我 Family Car of the Year 最新、最划算或者说最好的就是 Honda CR-V E-EV。Car Plus Dog My Editor Choice 2024 Performance Car of the Year 年度的性能车或者说高性能车得奖的就是 Honda Civic Type R， 我这边讲的当然就是最新的 FL5 Type R。那我觉得 Type R， 在过去这1-2年里面，每当我想到一个 performance car 的时候，我闭起眼睛我就想到 Type R。从我坐下去，它那个纯红色的奥坎塔拉座椅，然后我手上抓着那个奥坎塔拉的方向盘，在摆动它的 steering， 然后在聆听它那个排气声浪，在过弯的时候，每一秒我都觉得这个 Civic Type R 是一个很善于跟车主沟通。踩 clutch 拉你的那个 gear knob， 你的 gear lever， 它是一个可以作为你的 daily use car， 你的 only car， 它也可以成为你的 bespoke 的 sport car， 你可以天马行空的自己去再对它进行一些改造，对它进行一些提升，对它进行一些升级，你都很容易找到有很多的零部件。因为我驾很多 performance car， 坦白讲多少都会带有一点紧张，带有一点焦虑，或者是带有一点点不知道怎么样跟他做朋友。但 Type R 不是，你坐上去那个椅子，你真的觉得他一直在跟你讲慢慢来，不要紧张 OK， 我只是一辆 Civic 而已。可是当你稍微用力一点，当你稍微投入一点感情，他给回你的东西是加倍的乐趣，加倍的欢乐。而且它是一个 hatchback 嘛，你知道吗？虽然它已经长大到 BMW M3 的 size，它从英国搬回日本研发之后，我们可以看得到它可以说是更上一层楼，在方方面面都是一个，我可以讲是这2年里面最好玩的一个 performance car。Performance EV of the Year 得奖者就是就是 Porsche Taycan。那为什么我这边没有注明这个是 Taycan Turbo 还是 Taycan Turbo GT？ 那主要是因为即便是最 base spec 的 Taycan最基础版的 Taycan 它都比市面上的 EV 来的 performance， 主要是因为 Porsche 保时捷这个品牌的 DNA。 当然你都知道我之前在这个西班牙进行全球国际媒体试驾的时候，我试驾了1108个 PS 0到 102.2 秒的 Porsche Taycan Turbo GT with Y-Sec Package， 那可以说是我至今为止我驾过最快的车，无论马力，无论百公里加速等等。但今时今日几乎每一个 EV 车型都能够给你 performance 的表现。我驾过很多 performance 的 EV， 但 Porsche Taycan 是真的能够 hold 得住车子的。首先就是新的这个改款版的 Taycan， 它用了 Porsche Active Ride Suspension， 就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结构。当你在加速的时候，一般你人会往后嘛，它会让你向前。然后当你在刹车的时候呢，你一般你人会点头，可是它帮你往后，所以它那个非常神奇，基本上可以说是一个神奇魔毯般的加速表现。我们知道市场上有很多电动车都能够做到0到100 2秒3秒都很多，但 Porsche Taycan 是真的能够在赛道上面去创造圈速，去刷新圈速，至少在我这2年里面有试驾的所有的电动车以来。所以Taycan，如果你问我你要买一个价快的电动车，肯定是Taycan。而且我们讲到即便是高性能版的Taycan Turbo GT， 它现在的 WLTP 都能够做到500公里以上，相比较之前就是初代的Taycan，我觉得已经是进步了非常非常的多。因为 Porsche 也经过了他们可以说是整个 market 的一个 pioneer 啦，领头羊，就一个豪华运动型品牌来讲，所以我们就期待在2025、2026 Porsche 可以带给我们更多高性能的电动车。
Premium Crossover of the Year， 就是豪华的跨界车。这边指的是小型的 SUV， 特别是 B segment SUV， 所以得奖的车型就是 Lexus LBX。那相比较 Lexus RX、Lexus NX 或者说 Lexus UX 呢 ，LBX 是他们家族的一个新成员，也可以说是市场上非常少数的 B segment 豪华 B segment SUV。那首先它基于的就是这个 TNGA-B 平台的一款车子，然后它在 Lexus Malaysia 的定位可以说是取代了 Lexus UX， 所以市场上你要找到这个尺寸的豪华车是没有，通常可能消费者一般的选择就是 Mercedes 的 GLA，或者是 BMW X1。那因为现在 GLA 跟 X1 他们越长越大，所以很多时候我发现很多人他们只是要一辆小车，买菜车而已。但家里的买菜车往往都是谁都要驾，老公要驾，老婆要驾，可能孩子又要驾。那你很难在这样小辆的车子里面看到有3个 position 的 memory seat，which is Lexus LBX 可以给到你。那更不要讲它这个 1.5 liter 的 hybrid 系统，1 liter 是 26.4 公里的这个官方油耗数据，省油不是一个目的，重点是它节能，它高效，它可以用更少的汽油行驶更远。再来，它虽然是一个小车，因为往往小车就必须要减配，小车就必须要去牺牲掉一些东西，可是即便它是一个这么小的车，Lexus 都为它用了非常多的高刚性钢材、铝合金的引擎盖，然后 soundproofing 它的风阻系数，怎样的风阻可以让到行驶时的噪音更加的低呀？我们都知道它从日本 CPU 整装进口，从238千起的售价的确偏高，但我觉得这个车子是一个很好的所谓豪华的买菜车啦，所以我们就期待接下来有更多机会可以跟这个 Lexus LBX 相处。我们恭喜 Lexus LBX。Car Plus Dogma Editor Choice 2024的 Family EV of the Year 得奖的车型就是小鹏的 G6 Xpeng G6。那为什么前面已经有了 Family Car of the Year Honda CR-V EHEV， 现在又再多一个 Family EV of the Year？ 因为到今天我都觉得电动车在马来西亚啦，它还不适合成为你的唯一用车，你的主要用车。所以当我说它是 Family EV of the Year 的时候，潜台词就是它是你的 Second Car of the Year 这样子啦，就你家里已经有一辆日常代步工具，上班载小孩的，然后你买多一台 EV 来去享受电动车的驾驶乐趣。那小鹏 G6 啊，你可以看回去那一支 video，它真的是一辆非常好驾的车子。然后它的娱乐作业系统、操控它的 App 等等，它还有自动泊车的功能， which 它不像 Tesla 这样子需要去另外再给一笔钱去添加这个东西，它是一个标配。然后这个小鹏 G6 就是它主要的竞争对手，在我截稿之前就是 Tesla Model Y， 但是它又比 Tesla Model Y 便宜了53000块，它只要从165千起。WLTP 的续航力高配的可以走到500多公里以上，然后空间大小、轴距尺寸它都是冲着 Tesla Model Y 来，所以至少在2023到2024，我觉得小鹏 G6 是一匹黑马。我可以非常坦白的讲，在试驾这个车子之前，我对它完全就不抱有任何的期望，因为小鹏是一个造车新势力，是一个中国新势力，它不像其他的汽车品牌至少有个5年到10年甚至20年的技术累积跟经验，我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陌生的品牌。可是当我一开了这台车子，从拿车回到家的时候，我就已经 feel 到这个小鹏 G6 真的超出我对它的这个预期。你们可以去各大的小鹏的 showroom 去试驾，去体验看看这个对你来讲可能比较陌生的一个品牌，但它确实是非常有料的一个牌子。Car Plus Dogma Editor Choice 2024的最后一个奖项就是 Seven Seater SUV of the Year， 得奖的车型猜到了吗？就是 Kia EV9。我知道大家都有一个疑问， Kia EV9 顾名思义是一台电动车，为什么它没有在 EV 的 category 里面？那我觉得这个你要用2个角度去看它。如果你用
电动车的角度，当然这个 EV9 是一个非常完美的车子，它有800V的平台，充电速度快，电动马达的效率非常的高，然后这个能耗等等都做到非常的优异。但因为 Malaysia 版本的 EV9 呢，它就少了手机的那个 Link Apps 那个支援远端遥控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美中不足的地方。但你撇开这个，就一般消费者，他是从燃油车转换到电动车来讲，我觉得他本来就没有用着这个东西。就你又用一个车的角度来看，它的确，当我讲 7-seater SUV of the year 的时候，不管它是豪华不豪华，所以我觉得你能够用350多千，就是400千里面，它绝对能够给到你市面上那一些600千、700千以上的豪华 SUV， 比如讲像 BMW X7，可能电动车的话有 Mercedes 的 EQS SUV 等等。因为在传统汽车的世界里面这些大咖、这些豪华品牌，他们都有很好的发动机，可是来到电动车，它这个700牛车米的 All-wheel drive 的系统，让你在驾的时候，它整个 button 那些东西全部是非常非常的 smooth， 而且它的座椅也有这个 relaxation 的功能就是你能够非常放松的坐在那个座椅，它的外观造型、它的尺寸、它的块头，都打破了大家以往对 Kia 的那个想象。Overall， 我觉得，如果你要考虑一辆 7-seater SUV， 我觉得 EV9 是一个最好的选择，不管就性价比，因为电动车免税，至少在2025年12月31号之前，所有 CBU 城中进口的电动车都可以享有零 excise duty、零 import duty 的这个优惠。如果你正在考虑这个尺寸的 SUV，right， 有一定的离地间隙，然后又有一点点的操控乐趣，它不会像一辆 van 这样子 ，right，EV9 是一个最好的选择。我们恭喜以上8位的这个得奖车型或者是得奖的汽车品牌。那我们聊一聊过去2023到2024年马来西亚的汽车市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电动车免税的这个政策虽然你看大局来讲，我们一年像2023，我们一年全年卖70万辆车，只有不到2% 是电动车，那可能2024非常的多了1倍，多那个1倍它可能也不到5%，所以它只占据了马来西亚的汽车总销量的可能5%，或者就一直 keep 在5%，不会上不会下这样子。可是它毕竟是新的东西，像我可以看到我截稿之后推出的 Proton E-Mark 7，还有更多的中国汽车品牌、韩国品牌，各种车商都一直很积极的在推这个电动车。那过后可能会过渡到变成 hybrid 车成为主流各方面。那目前我没有看到政府对于 hybrid 车子有任何更新的这个优惠政策。我觉得电动车它还是有一个 learning curve，要去突破它，然后当然这个跟政府对于充电桩建设的速度，对于 service provider 就是这个 CPO charging operator 友不友善，都是2025年非常关键的一个东西。但总的来讲，我觉得整个2025年还是以电动车会成为头条，即便它可能在销量上面贡献不多，但它确实是会成为越来越多人要换新车、要买新车的时候，多多少少会看一看电动车，多多少少会考虑一下电动车。但目前我们可以看得到的都是在100千以上，看费一点是150千左右，就你能够负担得起150千的车子，你才会看电动车。那如果你目前想要买5万块的车、6万块的车、7万块、8万块、9万块，目前的电动车可能不是这么适合你，或者这个价位的电动车不能够取代你原本要买的汽油车。那上到150，上到200、300千、400千，上到越贵，电动车就越有机会去取代燃油车。接下来我会一样的每个月每一个星期都推出都上传1支到2支的影片，长影片、短影片，在 Facebook、Instagram、YouTube 还有各大的平台等等，跟大家分享汽车市场的最新资讯、最新的新闻等等。所以再次感谢 Bridgestone Malaysia sponsor 我们的这个 Car Plus Dog Mite 的 Editor Choice 2024，我们继续的在留言区一起来讨论，一起来交流。And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 3, 2, 1 cut.